欢迎来到壁画太多助眠故事。今晚我们来讲琉球海底遗迹的下集。咱们这样啊，来设想一幅画面：你置身海底30公尺，阳光在水面上揉成碎银般的波纹，身旁是一层层巨大的石阶，脚下是深不可测的裂缝，四周寂静的几乎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回音。而在这个时刻，你会开始想象，这里是否曾经站着一座城，不是石头堆，不是遗迹，而是完整的城，有建筑，有街道，有仪式，有人烟。这个问题其实早在与那国遗迹曝光不久后就被提出来，人们开始从遗迹是否人为的争论转向更大胆的构想，这会不会是一个失落的海底城邦？从逻辑上看，如果这确是人造遗迹，那么它就不该只是孤零零一块平台。一个文明不可能只留下一个石台，它得有配套，有聚落，有人类生活的痕迹。所以自从第一块石阶被发现后，许多潜水队便开始扩展搜索范围，试图找出城市的边界。他们沿着主平台向外延伸，搜寻可能的街道痕迹或群体构造。令人震惊的是，在遗迹北方约200米外，声呐扫描到另一组排列有序的岩块，呈梯形排列，高低有致，距离整齐。虽然不如主遗迹显眼，但在海洋学家眼里，那就是疑似辅助结构的表现。不仅如此，在南边约400米区域，一支台湾潜水队发现了一块表面明显平整、面积超过300平方米的大石板，四周环绕着大大小小超过20块岩石，从空中俯瞰，几乎像是一座广场遗迹。他们还在那块大石板边缘拍到一个深不见底的岩洞，洞口圆整，像是人为开凿。这是否是通往地窖，还是古文明的通风通道？又或者是传说中神明下潜之门？一时间，所有人都陷入了新一轮的疯狂想象。还有一个城邦构想的依据，来自遗迹整体的布局模式。建筑学家指出，主平台东向的开放式构造极具公共空间特征，有点像古希腊的剧场结构。从空间使用上看，这种布局常出现在权力或仪式中心，比如祭坛、议会、神殿，而旁边那些通道与阶梯，则可能是引导人流、分隔功能的设计，就像现代城市规划里主广场与辅道的关系。再结合太阳方位的朝向与特定节气时的光照效果，不少学者开始大胆提出，这或许是一座祭祀型海滨城邦，其主要功能是供奉神祇、举行集会，而非单纯居住之所。这种设想听上去浪漫，但它不是空中楼阁。在太平洋文化中，确实存在礼仪中心型聚落结构。比如波利尼西亚文化中，一些岛屿并不设城镇，而是围绕马拉艾、祭坛、广场发展，所有生活、信仰、政治活动皆围绕中心展开，形成放射状村落。这些中心往往被建在靠近海边或岛屿高地，便于观星、看潮、举行重大仪式。如果与那国遗迹真是一座礼仪城邦，那么它的布局完全合理。不过，科学家们在海底城邦的想象上始终持保留态度。最大的问题依然是缺乏人类活动遗留物，没有陶器，没有碳屑，没有骨骼，没有金属工具。虽然部分支持者认为这些物品可能因长时间海水腐蚀已彻底消失，但学界仍认为没有实物就很难下结论。他们希望找到哪怕一片骨片，一个陶罐碎片，哪怕是一根工具柄，只要是人的痕迹，就能把整件事从神话拉回历史。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有的只是一块块沉默的石头，一层层似有秩序的结构，一个个让人坐立难安的问题。而也正是这些问题，反而增强了城邦设想的魔力，因为它太完整，完整到几乎不像偶然，也太安静，安静到像是蓄意留下的谜团。你会开始想象，也许这座城市在失落前就知道自己将被吞没，于是故意留下最核心的那一块，那块面对太阳升起的高台，用来提醒后人我们曾在。你甚至可以想象，那一刻城市的人们站在台阶上，看着水慢慢漫上来，祭司高举神像，最后一声祷告融入浪花，然后一切沉默，记忆、语言、血脉、烟火，全都随着礁石一起进入深蓝。当然，这一切可能都只是想象，但当你再次看见那张海底照片，看见阳光洒在石阶的边缘，看见那块仿佛通往地下的大门，你无法不去想，如果那真是一座城，那些人都去了哪里？他们留下了什么？我们又是否真的准备好去听他们想说的话？我们已经走过了传说、地质、潜水员眼中的画面，也走进了科学与神秘主义的争执，但要真正理解与那国遗迹的结构与本质，现代科技手段必须全面登场。幸运的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声呐扫描、水下无人机、ROV、3D 建模系统、AI 地貌复原工具都被一一搬上了这块海底舞台。而正是这些冷冰冰的数码眼睛，在无声中为我们打开了另一种看得见的可能。最先开展系统调查的是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 JAMSTEC 与东京大学合作的一个海底考察项目。他们运用的是一种高频多波束声呐系统，能在极短时间内绘制出分辨率高达数厘米的海底地形图。而这一技术的最大优势是它能看清水下表面以外的结构，不只能看表面石头长什么样，还可以透视出岩层内部是否有中空、连接、拼接等异常构造。他们的初步扫描图像一出，立刻引爆话题。主平台底部竟然存在一块下凹式的长方体空腔，周边结构呈 U 字形环绕，像极了一个建筑基础。紧接着，日本静冈大学的测绘团队使用水下激光雷达对遗迹结构进行精细扫描，发现平台边缘有多处卡槽状痕迹，宽度与深度一致，间距规律与古代用于插接木结构建筑的榫卯结构极为相似。这是否意味着海底曾经树立过某种木柱，又或是建筑的延伸部分早已腐烂，仅留底部石构？这一个线索便足以推翻完全自然构造的说法。与此同时，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在一项跨国海洋调查中，调派一架高精度遥控水下无人机进入与那国区域，携带 4K 镜头、振动感应器、微距采样臂。他带回的图像和样本令人震惊，不仅在遗迹西南角拍摄到明显非对称切割面，甚至在主平台北侧的岩缝中采集到了几粒极为罕见的锰结合样本。这种矿物通常在极为缓慢的沉积环境中形成，往往需要几千甚至上万年，这也为遗迹形成时间提供了重要佐证。而所有这些物理与地质数据最终被交由一组 AI 团队进行处理。他们将过去10年拍摄的数百张水下照片、扫描图像、测绘数据统合输入算法模型，使用 AI 重建了一个理想状态下的与那国遗迹3维图像。这张图几乎是目前人类所能得到的最接近真实原貌的遗迹复原。从空中俯瞰，它像一只张开的石翼，中轴线朝东南延伸，像极了某种飞鸟或鱼形符号。
很多神社甚至不建神像，而是保留圣石或圣地作为信仰核心。也就是说，石头本身就是神明的象征，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如果我们把海底遗迹视作一座祭坛或仪式场所，那么它的材料与形式就必须能承担起这种宗教功能，而琉球文化中的圣石传统恰好与此契合。社会组织方面，虽然远古琉球人没有文字记载，但从出土的聚落遗址推测，他们应该采取以亲族群落为核心的小型社会单位，类似现代村落。领导者往往是巫而非王，也就是负责祭祀、通灵、传承仪式的人。这种以女性为主导的巫术体系在琉球一直延续至近代。女巫在社会中的地位崇高，不仅掌握信仰权力，也参与政治决策。因此，如果与那国遗迹是某种祭祀中心，那它极可能由女性主导使用，其建筑设计也许就是围绕特定仪式功能规划的。还有一点常被忽视，那就是建筑技术。很多人认为，古代人不可能在缺乏金属工具的条件下切割巨石建造平台，但历史已经多次反驳了这种想法。复活节岛的摩艾像、埃及的金字塔、秘鲁的萨克塞华曼墙，全都是在没有现代设备的时代完成的。古人用的不是电锯，而是时间、组织力与代代传承下来的时工智慧。比如利用石质软硬差异、反复撞击、灌水冷冽、火烤收缩等方式，一点一点将岩石雕出来。这些方法也完全可能出现在与那国的建造者手中。你甚至可以想象，那是一群擅长海上航行的部族，他们在一个神明显灵的夜晚，决定要在离岸300尺的地方建一座通向神域的平台。他们拖着石块，一块块堆砌，女人在边缘跳祭舞，男孩背着海螺奔跑，老人擦着额头上的盐，孩子在石阶上练习唱咒。他们不记录，但他们记得。他们的记忆藏在祭歌里，藏在祖母眼角的皱纹里，藏在风吹海石的声音里。直到某一天，海水悄然上升，风暴夹着浪把岸线推远，他们开始搬迁，开始遗忘。最后一次祭祀结束，神明回归海中，平台失去声音，沉入蓝中，石头躺下，仪式终止。而今，当你再次望向那座水下平台，或许仍能想象出那群人的影子。他们在水中生活，在石上刻痕，在风里传歌，然后在浪潮来临前集体沉没。你或许不需要考古证据来相信这些日常，因为你已经能从那一层层石阶，那一块块平整的岩面，那一条条像是供人行走的通道里看出某种人气。它不像是地质学所说的自然之巧，它像是某种文明用极简的方式留下了极重的回声。这些声音你听不见，但你能感到它从脚下透出，从梦里飘进。它没有语言，却一直在讲述。你只需静静地听，就能听懂。除了那些雕刻、平台和筑基，琉球海底遗迹最诡异的部分，或许并不在眼睛看得见的地方，而是藏在目击者的记忆里。尤其是当地渔民和潜水员，这些年陆续传出了大量关于海底异象的描述，有些乍听之下像神话，有些却让人毛骨悚然，而他们都围绕着一个核心点：这片海底不只是看上去怪怪的，它的感觉也不太对劲。与那国岛上有句老话，翻译成汉语大概是海底的石头有自己的耳朵。老一辈渔夫说，这片海域从来不该在傍晚出海，也不该带未成年人潜水，因为夜里海底会回声，那不是船的回响，而是
有人在下面吹锣。你说这话听着像迷信，可当你听完几个亲历者的讲述，可能会忍不住打个寒战。比如岛上某位姓高桥的老潜水教练曾说，他某次夜潜时，为了试验手电，在深水的可视范围独自游进了遗迹主平台区域。他在水下没有说话，没有任何声音，却清楚地听见耳边传来一种类似低频吟唱的嗡鸣。他以为是自己的耳鸣，可那声音会起伏，会绕圈，好像在引导他前进。等他顺着那方向游出去几米后，居然看见一片光点在海底漂浮，微微闪烁，像是某种低温的灵光。灯照过去，全都消失。他吓得当天晚上就病倒了，至今不再单独夜潜。还有一次，是一组台湾来的潜水摄影团队，他们使用专业水下相机拍摄遗迹全景，但事后查看录像时，发现有一段片段诡异的抖动、模糊，并且画面中央似乎隐约有一排对称的光点依次亮起，像是某种排列成行的灯。他们重看现场记录，确定当时水底一片漆黑，根本无任何照明装置。那段录像后来上传到网络，被网友称为海底遗迹的呼吸。虽然没人能解释它到底是什么，但那一瞬间的光之对称与平台的结构暗合，让不少人开始相信，这片遗迹也许还有自己活着的部分。类似的故事还不止这些，有外国潜水客表示，在平台东侧通道处看到一个像门一样的洞口，明明上次来还没有。当他们凑近时，那洞口仿佛轻微闪动，像是被什么透明膜覆盖。再靠近时，它却又消失，连原本的平台边缘也变了样。而且，这样的瞬间错位并不是个案，有多个潜水员都在不同时间点描述过结构变化与边界模糊。他们一致形容那感觉是，你以为这里是出口，再回头，它变成了墙。这些经验听起来荒唐，但在深海环境下确实可能发生。海底光线不稳定，水压变化，温度层交错，低频声波干扰等物理现象，都有可能影响人类的感知。甚至科学家也承认，在一些海底特定地形中会形成声波折返或空间错觉效应，让人误以为进入了某种非线性结构。但问题是，为什么偏偏这些错觉集中出现在与那国遗迹附近？为什么同样的潜水员在别处没事，到了这里就出现幻觉与异象？这就不是科学能够轻易解释的范畴了，它更像是那种介于真实与神秘之间的灰色地带。更神秘的是遗迹附近的水流异常，在多次声呐测试中，研究者发现主平台附近存在一个微型逆流区，也就是表层水流与下层流向不同，甚至出现回旋吸力。这种小规模环流常见于峡湾或岩壁间，但在一个开放海域的遗迹中心出现，说明这处地形本身具备引流功能。它像一个潜在的漩涡核心，海水自东南向平台冲击后，在中心回旋，像在守护，又像在隐藏。结合以上这些目击与数据，我们不难得出一个既怪又合理的结论：这片遗迹不仅结构异常，它连行为模式都不太寻常。它不只是被动地躺在那里，它像是某种活的装置，在不同时间、不同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的状态。有人因此提出，这可能是一种古老装置的遗骸，或者是某种用于交流的空间结构。它就像一个被时间遗弃的信号站，只在极端安静、极端专注的时刻，才愿意向你开口说点什么。当然，你可以把这些都当作偶然，把光点当作浮游生物，把错觉归于神经刺激，把声音解释为耳膜震动。
但你也可以相信，那些石头知道你在看它，它也在看你。它未必会说话，但它有意图。它不靠语音表达，而是靠排列，靠对称，靠那些让你感到不对的细节，慢慢把它的故事讲进你心里。它也许不是神秘的，因为它从未主动神秘过，只是我们不知道如何理解，才把它当成谜题。其实它一直在原地，不说话，不反驳，不辩解。这座琉球海底遗迹的模样，无论怎么看都像是某种巨型文明标记，但它是不是独一份？答案显然不是。如果你把世界地图摊开来看，会发现这类难以解释的海底或地面结构并不少见。它们分散在世界各个角落，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存在。有的藏在沙漠深处，有的埋在密林下方，有的干脆就沉在深海里，像是彼此呼应的隐秘兄弟。而当你把这些遗迹一一放在同一张地图上比对时，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就浮现了，它们似乎真的连在一起。让我们先从日本南端回望太平洋中部复活节岛上的摩艾巨石像。这些直立的石人像高达10多米，面无表情，却又各具气质，长久以来都被认为是极端孤立文明的产物。但最近的研究显示，岛上并非如先前设想的那般封闭，那些巨石运送路线、雕刻技术，甚至与天文观测的关联，都与太平洋其他文化圈有相通之处。而其中一个最不可忽视的巧合是，摩艾石像朝向的方向部分竟然正对着琉球群岛的方位线。再往西看，印度洋上的德瓦尔卡古城遗迹位于现代印度古吉拉特邦附近的海底，约在水下30公尺处，沉没年代可能长达9000年前。这是一座拥有规则街道、港口结构的沉城遗址，被当地人传为克利须纳神殿遗址。那里的石构平台、阶梯状台地与那国遗迹极为相似，甚至也有科学家在德瓦尔卡水下拍摄到线性排列岩块和人脸型岩雕，这些相似实在难以用偶然概括。同样令人困惑的是，地中海的巴尔贝克遗址，尽管它不在水下，但巨型石块的切割方式与精度至今仍是谜题。最大一块基石，南方之石，重达上千吨，无法用现有理解解释其搬运方法。而令人惊异的是，琉球遗迹平台的某些石块也存在远超当地技术可能的切割与移动痕迹。是巧合呢，还是一种共通的原始巨石建筑语言？而这种语言是否曾在某个被遗忘的时代被广泛掌握？再从南美洲看，秘鲁的萨克塞华曼遗址拥有令人瞠目结舌的多边形拼接石墙，没有水泥却严丝合缝，有的石块重达100吨，接口连一张纸片都插不进去。而与那国遗迹的部分墙面区域也出现过无缝贴合的平面。这种巨石精雕不是一般民族能在原始阶段完成的行为，它需要积累、制度、代代相传的知识网络。这种技术流动的可能性，也许就是连接这些远古遗迹的一条无声纽带。还有一处总是被提起的地方，加勒比海下的比米尼路，位于巴哈马海域的水下石道，由巨大方形石板铺成，笔直延伸，仿佛某种消失道路的残片。研究者起初以为是码头遗迹，后来发现延伸方向指向远离人类已知聚落区域的空海。它的目的不明，结构不明，但和与那国遗迹的阶梯式平台模式竟有奇妙的镜像关系。一个从高处延伸向下，一个从平面延伸向远，它们像是地球两端的彼此回应。这些所谓世界海底谜迹，在官方档案里大多被标注为尚未证实遗址或地质结构，但民间却乐此不疲地将它们纳入远古文明共同体理论。他们相信，这些遗迹
是某个比我们已知文明更早的全球文化留下的痕迹，也许是大灾难前的集体智慧结晶，也可能是某种被彻底抹除的史前航海民族的足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说法，莫过于古太平洋文明网络假设。该理论认为，太平洋曾有一个跨岛屿、跨文化的共享文明体系，他们使用星象、海流、时阵作为信息载体，通过建筑与仪式传递知识与信仰。他们不依赖文字，而是将思想雕刻进岩石中，将记忆藏入遗址的方位角里，把时间与地点揉进了建筑本身。与那国遗迹便可能是这套系统的一环，或者是一座节点。这种假说的证据目前还不足以打动主流科学界，但它的吸引力在于，它赋予这些沉默巨石以相互联系，不再是孤岛，不再是巧合，而是一段被海水拼散的历史长卷。每个遗迹都是一个句子，遗址群则是一个段落。你若有心，就能在大洋与岩石之间读出一整章尚未写进人类编年史的篇章。你可以质疑它的真实性，但你无法否认它的魅力，因为人类一直渴望连接，哪怕是跨越10000年的连接。就像你现在听着这个故事，在夜深人静的房间里，脑中浮现那张世界地图，一块块石头亮起微光，如同星辰互相眨眼。你会想，他们是不是在等着你读懂？是不是早已排好顺序，只等你接通他们之间的线？而一旦你把这些线连起来，整个世界就会变成一幅新的图像。而那时，你也许不会再把与内国遗迹看作一堆石头，而是一块地图上的灯，照亮某个被遗忘的路径，让我们重新找回走失的起点。在这个谜团愈演愈烈的过程中，一个现实问题终于浮出水面：这片遗迹究竟该怎么处理？是继续研究、严密保护，还是向公众开放、大力开发观光？这是任何一处考古热点都绕不开的老问题。学术与经济、历史与现实、文化保存与旅游产业往往彼此拉扯，谁也不肯先松手。而在琉球与那国海底遗迹也正走在这条冲突密集、决定艰难的十字路口上。我们先来看当地居民的立场。与那国岛是琉球群岛中最西端的一块小岛，人口不过1000人，产业以渔业、畜牧与少量观光为主。在遗迹未爆红之前，整个岛的经济都靠天吃饭。自从遗迹开始被媒体关注，大批潜水爱好者、探险者、纪录片拍摄团队蜂拥而至，带动了租赁设备、餐饮、住宿等一整条经济链。有民宿业者直言，这个岛以前冬天一冷就没人来，现在一年四季都有人跳海。显而易见，遗迹已成为岛民眼中的海底财神。而另一方面，政府和学术单位则显得谨慎许多。冲绳县相关文化部门虽然认可该遗迹具备特殊地形与潜在研究价值，但始终未将其列为正式文化财产或史迹保护对象。其理由是，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为人工遗址，贸然认定可能误导公众，同时过度开发也会带来不可逆的环境破坏。海底遗址极为脆弱，光是潜水员脚蹬踢起的沙粒就可能掩盖原始构造或导致风化加剧。况且还有大量潜在遗迹未被勘探，贸然开放等于把尚未阅读的原稿直接当商品去印刷。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开放的边界。有研究者提议将遗迹周边划为海底文化保护区，限制潜水活动频率与人数，同时设立科学研究站点，实现学术研究与观光管理的平衡。但也有人质疑，这种做法成本高，执行难，
对小岛政府和本地居民都是负担。潜水业者更直接表示，我们靠这个吃饭，你们搞太多限制，游客跑了，我们怎么办？而在民间网络世界更是另一番风景，遗迹的照片、视频、3D 动画模型几乎被当作2次创作源泉，各种海底神殿游戏设定、失落文明动画片段、阴谋论、YouTube 讲座层出不穷。甚至还有人把与那国遗迹做成 NFT 贩售，声称购买即代表认领一块遗迹的数字主权。连海底之城数字所有权这种事都有人买单。此类行为虽不违法，却将遗迹进一步从文化遗产变成消费符号。学界对此大为不满，担心真正的历史价值被稀释成娱乐泡沫。而最难处理的其实是如何讲述它的问题。官方至今尚未给出定论，民间声音则多到眼花缭乱。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谁讲的动听，往往比谁讲的准确更有市场。于是有自媒体将其包装成亚特兰蒂斯东亚支线，也有神秘学博主称它是地球古老能量网节点，更有人宣称亲历海底时空断裂，在潜水时看到另一个时代的影像。这些内容真假难辨，却极具吸引力。你想阻止传播，却发现大家反而因此更着迷。那些真正研究这个遗迹的科学家们却有点沮丧。有人感叹，我们写的报告没人读，他们拍的剪辑几十万人点赞。也有人开始妥协，主动与纪录片合作，试图将专业内容包装得更易于理解与传播。但这终究是个慢活，需要精确与反复，不像短视频那样5秒就能给出真相。科学在对抗焦虑，而商业在催促结论。这种节奏差异注定让关于遗迹的讨论始终拉锯不休。甚至在国际层面也开始有声音介入，有外籍研究者建议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潜在水下文化遗产候选地，一方面提高国际关注度，争取保护资金，一方面也能促进跨国合作研究。但日本国内对此却颇为迟疑，一来担心主权议题被复杂化，二来不愿为一个尚未确认真伪的遗迹背书。如此一来，遗迹的身份就卡在某种模糊地带，它既不是纯自然奇观，也未被正式承认为文化遗产。它被看见、被讨论，却始终没能归类。而这种未被定义的状态，反而也成为它独特的魅力来源。它是开放的，它没有既定叙事，它让每一个靠近的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想看的版本。科学家看到数据与证据，岛民看到生计与发展，旅客看到神秘与冒险。或许这正是它最接近真实的一面。真正的遗迹不只是留在地底的石头，也是一块映照我们欲望与想象的镜子。我们想要一个答案，但它只给我们问题；我们希望它定义过往，但它却迫使我们重新审视现在。所以他一直没说话，不是因为沉默，而是因为太多声音已经围绕他说个不停。而我们是否愿意在所有解释之外，给他一个安静的位置，好好的、慢慢的听？时间像水下的潮流，看不见，却从未停止流动。自第一位潜水员在与那国岛外海撞见那块巨大的石台以来，已经过去了30多年。在这段时间里，他从一堆不寻常的岩石变成了历史频道的主角，纪录片的常客，社交媒体上的热门标签，更变成了一个被反复争论、重新解读、拼凑想象的谜。但这一切的核心，其实从头到尾没变。那就是他依然静静地躺在那里，沉默，不动，不争辩，像一个始终未被回答的问题放在海底，递给每一个愿意聆听的人。到了现在，不论你站在哪个立场，你是相信它是古文明遗址的坚定派，
还是坚持自然成因的保守派，甚至只是个喜欢失落之城传说的梦中旅人，你都必须承认，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类历史的起点。它不像埃及金字塔那样拥有明确用途，不像雅典神庙那样有文字记录，不像中国长城那样有清晰修建年代。它没有故事背景，却让我们不断为它编故事；它没有主角，却让我们看见无数可能的角色。而也正是在这种开放性中，琉球海底遗迹承担起了比历史建筑更宽广的角色。它是一块空白石板，能承载科学的理性，也能包容幻想的温度。它给科学家提出难题，也给艺术家提供灵感。有人在遗迹建模中开发了 VR 游戏，有人以它为灵感写了小说，还有人用它设计了建筑展馆，写了电子音乐。它几乎已不只是他自己，而成了我们投射愿望的蓝图，是文明迷雾中一块沉在海底的未来。它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好奇和争议，还有某种深层的启发。你开始问，如果它真的是一座10000年前的遗迹，那人类的历史该如何重写？我们现在认定的最早文明起点，会不会其实只是幸存者的一角？那些尚未发现或早已被遗忘的文化，会不会才是这颗星球真正的第一章？你也可能反问自己，如果一座完整的文明能被海水悄悄吞噬，只留下一点石头碎片，那我们今天赖以为生的所有东西，是不是也不过是下一次沉没前的泡影？它让我们开始重新定义记得与忘记。现代社会总说留存，我们拍照、写档案、上链、备份，以为数据能战胜时间。但那片遗迹的存在，却像遗迹提醒，真正能留下来的，往往不是语言和图像，而是结构。你是否真的站在了正确的位置上？你所做的，是否有可能在1000年之后，仍然指向某种有意义的方向？你不一定需要建一座遗迹，但你可以在自己生活的方寸之间，找回一种面朝太阳、迎向海风的从容。从这一点来看，与内国遗迹不只是关于过去的谜，也是对未来的一种邀请。它不强迫你相信它是什么，只邀请你思考你相信了什么。它不急于解释，只默默地等着你，在一个平静的夜晚或一个梦境的潜水时刻，偶然间触碰到它的轮廓。一块石头，一个问题，一个你可能早已遗忘的愿望。你意识到，这不只是一次探索遗迹的旅程，而是一场寻找人类起点，也许也是终点的沉思。而它的意义，最终不是谁证明了它是什么，而是你在靠近它的过程中，是否比之前更靠近了你是谁。海水依旧拍打着岛屿，浪潮不说话，星星也不说话，只有那块石头还在那儿。你已经陪我一起潜进那片神秘的蓝色世界，穿过层层水光，掠过寂静石阶，看过阳光洒在古老平台上的模样。或许你会怀疑，也或许你只是静静听着，没有急着下判断。没关系，谜题不需要马上被解开，故事也不需要都有结局。请放慢呼吸，像是在深海中缓缓漂浮，让思绪轻轻沉淀下来。你身边不再是屏幕，而是海水与星光，石头与宁静，一切喧嚣都已经被留在水面之上。如果你愿意，就让这座遗迹成为你今晚梦中的坐标，一座不会说话但始终存在的灯塔，陪你在夜的深处安然前行。